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印度最近有大麻烦了。9月19号，印度自家最大的报纸《印度教徒报》含泪证实了美国老大哥发话了，说之前给你们印度的一个特赦令，我们要收回了。9月29号之前必须收回。什么特赦令呢？就是允许印度跟伊朗合作建设的那个恰巴哈尔港的港口项目不受美国制裁的影响。这个豁免权从2018年给的，现在呢说没就没了。你可能要问了不就是一个港口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我跟你说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港口，这个港口呢关系到印度的百年大计，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条地缘战略生命线。But in 2018, he issued a waiver for Chabahar. Basically, the port was left out of his sanctions. Not anymore. Trump has lifted the sanctions waiver on Chabahar, so starting next month, all port entities will also be targeted. Say you finance parts of this port or you operate a terminal, then you will face the same sanctions as Iran. And this puts India in a bind. If you continue the project, you face US sanctions. If you abandon the project, you hurt Iran. So which way will India go? New Delhi says it is studying the US decision. You would have seen the press statement which was issued by the US side yesterday on revocation of sanctions waiver that applies to Chabahar port. We are presently examining the implications that this revocation has for India. 就在美国捅刀子之前的3天，印度刚挨了另一记重拳。中东土豪沙特跟印度的死对头巴基斯坦签了个共同防御条约。这一下印度之前跟着拜登和莫迪画的那个大饼那个号称要改变21世纪游戏规则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那个花里胡哨的香料之路直接就凉了一大半好家伙，3天之内连挨2记闷棍，一个釜底抽薪，一个关门打狗，印度的中东战略基本上就被打回原形了。那咱们今天就重点掰扯掰扯这个恰巴哈尔港，名字有点绕口咱们就叫它恰港吧。那这个港口到底是怎么从印度的心头肉变成了心头痛的？要想知道恰港有多重要，你得先看一眼地图。以前呢，印度要想跟这个俄罗斯做生意比如把这个货从孟买运到莫斯科，得怎么走得走那条蓝色的线，船从孟买出发，穿过亚丁湾，进苏伊士运河，绕过大半个欧洲最后才能到圣彼得堡。这一趟下来是费时费钱，还不安全什么海盗、过路费，啥事都可能碰上。后来呢，聪明的印度人早就发现了一条近路，就是地图上这条红线。船呢从孟买出发，直接横渡阿拉伯海，就到了伊朗的恰港。然后呢，货物上岸，直接通过伊朗的铁路网，穿过中亚，就到了俄罗斯。反过来呢，这俄罗斯的石油啦、天然气啦，也能顺着这条红线，又快又便宜的运到印度。你瞅瞅这条红线是不是印度的天选之路那不光是经济账，这背后还有巨大的军事战略意义。一旦建成印度在中亚的影响力那可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这个事儿其实老早就提上日程了。早在2000年普京刚上台那会儿，俄罗斯、伊朗、印度这仨就坐一块签了个备忘录，说咱们一起搞，有钱大家赚。这计划是挺美的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恰港当时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小渔村，人口才10万，港口呢又小的可怜，根本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运输需求。要想实现红线的梦想，前提就是必须砸钱，把这个小破港口扩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港。这按理说吧，这事儿对印度最重要，可以说是印度的国运所系。那印度就应该赶紧掏钱动工，对不对？这个时候呢，阿三那股子诡计多端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心里面打着小算盘这个事儿对你们俄罗斯、伊朗不也有好处吗？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出大头？咱们得一起分摊。结果呢，俄罗斯那边普京一看，嘿，
你个阿三敢跟我耍心眼子？那个时候呢，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还行，能源根本就不愁卖。哎，你爱见不见，老子不着急。伊朗呢？伊朗的重点港口在波斯湾里的阿巴斯港，恰港在波斯湾外面。只有当波斯湾被封锁的时候，恰港的战略价值才最大。所以呢，伊朗也不急。好家伙，两个大哥都不急，就剩印度这个小机灵鬼在那干瞪眼。他就想着揩油，想着让别人出钱。结果呢？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都结束了，恰港那边连个电击室都还没看见呢。这一拖呢，就拖到了2006年。印度一看啊，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俩大哥是铁了心的不掏钱，没办法，只能自己认了。同意出资开发港口。各位，你算算啊，从2000年到2006年，整整6年呀，6年呀！这印度就因为自己那点小聪明，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6年战略机遇期。行吧，浪费了6年，现在总该开工了吧？嘿，命运的剧本啊，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印度这边刚准备掏钱，那边国际上出了大事，伊朗核问题谈崩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这一下，这印度彻底傻眼了。他那点胆子你是知道的啊，平时吹牛是吹的山响，真让他为了国家利益去得罪美国，他是100个不敢。这下好了，跟伊朗合作就等于跟美国对着干。于是呢，这个好不容易才启动的项目又一次陷入了停滞。印度能怎么办呢？只能躺平啊，继续等啊。那这一躺啊，就直接躺到了2015年。就在印度躺的是四仰八叉，做着大国梦的时候，隔壁传来了一阵阵挖掘机的轰鸣声。怎么回事呢？不声不响的中国在2013年跟巴基斯坦签了个协议，获得了恰港隔壁直线距离只有172公里的瓜达尔港43年的使用权。2015年，当印度还在为恰港能不能开工发愁的时候，中国公司已经正式接管瓜达尔港，开始热火朝天的建设了。这下印度就像被针扎了屁股一样，一轱辘就从地上爬了起来。什么？隔壁巴基斯坦都开上挖掘机了？不行，我也得赶紧动。哎，你看看，这就是差距啊！2000年那会儿咱们国家哪有那么多精力和资金去印度洋搞港口啊？印度呢，本来是占尽了先机的，结果呢，因为自己的拖延、贪小便宜和胆小，硬生生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反而落在了中国后面。被刺激到的印度呢，终于又想起了恰港，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他们想的不再是赶紧打通那条贸易红线，而是把恰港呢当成一个棋子，一个用来跟中国瓜达尔港唱对台戏的战略港口。人家搞港口呢是为了发展经济，他搞港口是为了跟人赌气。机会又来了，2015年伊核协议签了，制裁呢暂时解除了。2018年，印度和伊朗正式签了开发协议，印度承诺出5亿美金启动资金，租10年，先建2个600米长的码头，天时地利人和，这回总没有问题了吧？然而呢，我们都低估了印度的魔工啊，他们不是基建狂魔，他们是基建狂魔呀，疯狂的磨洋工。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啊，从2018年到现在快7年过去了，你猜怎么着？印度承诺的那2个小码头居然还没有搞定，钱都是花了不少，据说已经投了10几亿美元了。隔壁的瓜达尔港呢，几个5万吨级的泊位早就建好了呀，新的国际机场今年1月都落成了，海水淡化厂、自由区建设那叫一个日新月异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伊朗人都急了，我的印度大哥啊，你到底在搞什么？是派了一群人用手工在打磨码头吗？这伊朗一催，阿塞那边就稍微动2下，然后就又没动静了。就这效率啊，这钱到底花哪儿去了？是不是被哪个专员给捞了呀？那谁也说不清啊。更要命的是，2018年这特朗普呢又突然退出了伊核协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这印度又傻眼了。幸好呢，这个莫迪跑过去跟美国求情，说我们建这个港口是为了对付中国呀。白宫一听有道理啊，这才给了个豁免权。结果呢，给了你豁免，你还在那儿磨洋工。美国人也算是看明白了啊，指望你印度去牵制谁啊？你连个码头都建不明白，要你何用啊？所以现在美国把豁免权一收，印度又被打回了原形。那这宝贵的7年又白白浪费了。从2000年算起，快25年了呀，1/4个世纪啊！
一个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港口，就因为印度自己的能力不行、胆量不行、实力不行，硬生生的给拖成了烂尾楼。美国为什么这么无情啊？印度心里就没点数吗？美国养着你是希望你能在关键的时候至少敢冲着巴基斯坦叫2声，结果你连这都做不到，那还要你有什么用啊？现在呢，这个印度又陷入了死循环。如果继续跟伊朗合作建港，美国就会动用金融大棒，比如把你踢出美元结算体系，那印度经济就得崩啊。那如果放弃啊，那这20多年的投入、心血和国家战略就全部打了水漂。不知道印度的赢学大师们这次还能从哪个角度宣布自己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印度自己身上。西方世界奉行的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丛林法则，你有实力呢，你就可以跟美国人说我不接受你这一套。可是印度有这个实力吗？他站不起来呀。一个国家如果只能靠媒体吹牛，靠胜利宣讲团打鸡血，靠在这个 PPT 上规划宏伟蓝图，那他能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吗？不可能的呀。失去恰巴哈尔港对印度来说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港口那么简单，它失去的是通往中亚的钥匙，是能源安全的捷径，更是其大国雄心的重要支点。那就算这个莫迪老先法力无边，又能求得美国一次豁免，那代价是什么？而且即便重新开工，就凭印度人这个效率我估计等到21、25年这个港口能不能建成都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有句话总结的太精辟了，简直就是为印度量身定做的。总想着当世界霸主，干起事来却处处是殖民地时期的那种软弱拖沓和投机，这就是印度的悲剧所在啦。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